主人欲望最易燃，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，假想妄想，难抵挡梦想。思念一念执念，既不愧信念。炫目中现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，用这门击剑。烈火烫烧不尽，谎言难救，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人间世界，所有恶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激动，我们将一等脸。好男儿志在天地间，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用力吹散邪恶迷雾。我与神仙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哎呦爸，吓死我了！不是你晚上不睡觉，你坐在这儿，你说句话呀！怎么了爸？嗨，我昨天晚上，你不是加班吗？我回来以后我就洗澡去了，我洗完澡回来我躺下就睡了，我忘了喝了。爸，你别往心里去啊。最近队里吧，挺忙的。我们跟火燎那边不是成立一个快速反应小组吗？那现在好多案子全都堆我们手里了。爸下了班回来，就坐着女巫，看着这杯变质的奶。这是从小到大你第一次没喝。孩子长大了，别洗了，我洗过了。爸能为你做的事儿越来越少了。这怎么了？哎，这电视也坏了。对了，你买那新房，家具添置的差不多了，你该搬就搬过去。爸，您别这么说啊，那房子是我给您买的。再说了，这从小到大都是您一直照顾我。那要是离开您的话，我几乎什么也干不了。要过去住也是咱俩一起去啊。
别生我气了，行吗？不早了，洗洗睡啊。我上次去你家，看你小时候画画画挺好的，说长大不画了，干出啥来了？哎，小时候喜欢画画，不一定长大以后就干这个，对吧？我以后想当个警察。行政大队申野，我小时候照片长帅吧？可惜，可惜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可惜。沈野是河西。我怎么长大的，我心里特别清楚。我爸是沈一，我叫沈野，记住了。他的人生现在是错的，我们得让他回到正确的人生上。他的人生不需要你来做选择，他的人生道路是错的，也不需要你来判断。你又没有证据证明现在的生活对沈野是有害的，不是吗？沈队，你好。
刑侦大队神野，你是伤者家属，聊聊。在这儿。你放心，我们不会带你走的。出事到现在站1夜了，过去坐会儿吧。你也希望你老公醒的时候看你好好的，对吧？你放心，这边我帮你看着。坐会儿，去坐会儿，我帮你收着。请坐。我们只是了解一些情况。这个饭店是你和你丈夫一起开的？是。叫什么？我叫王雨倩，草字头一个心。你丈夫呢？陈全友，全是全部的全，有是有没有的有。还记得案发经过吗？就是我当时正在厨房炒菜，到处都乱哄哄的，我记不太清楚了。一转身的时候，那个油锅就已经起火了，然后很快的到处都是火。知道火是怎么着起来的吗？不知道。当时厨房就你一个人？对，就我自己。你们厨房有外窗吗？有。案发的时候有其他人经过吗？经过那个外窗外头是工厂的一个外墙，而且到晚上的怎么可能有人通过？平时你俩有得罪什么人吗？没有，我跟我老公都是老实巴交的人，都这么多年了，我们就去做点小本的买卖，而且来我们这儿吃饭都是一些工厂的工人，我们从来都没给别人红过脸。好。你刚才说着火的时候是你一个人在厨房，但为什么伤的是你丈夫呀？就是当时其实我都已经在外面了，就是我这手机不是忘那儿了吗？要是没有这手机，我们当时就没法收款了。我就想回去拿，但是我老公非说他去，结果就没出来，现在成这样了，都是我害的。我们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我这边了解了。我没别的事了是吗？没了。照顾他的情绪，有什么事尽量打给我。是。大贵，走。起火后，汪雨倩本来都已经跑出去了，陈玄友是为了拿手机才被困住的，要不然这起火灾不可能造成人员伤亡。那就是意外了。现在很难说，抓紧时间办案吧，不排除任何可能性。那个配电箱是连到哪儿的？哦，问过了，是赌神加工厂的外墙。什么加工厂？经理啊，检查一下。是，小季。无人机带了吗？带了。飞一下。偶像那边也要飞吗？外围环境勘察也要全面细致。是。
怎么了？我就喺外邊啊嘛，睇到老闆娘跑出嚟啊。那你在工廠里聽到什麼東西了嗎？嗰個時候我喺度上班，我乜都冇聽到喎。哦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哎，我姐，这就是目击者。啊。那个火灾的時候，你們在現場嗎？我哋都食緊飯，老闆娘我突然走出嚟，火燭喎。係啊，佢冇帶手機，佢又想衝翻入去，佢老公唔俾啊嘛，佢老公衝翻入去啦，到而家都未出嚟。有會說普通話的嗎？哎，小張，哎，來一下。沈隊，聽懂當地話嗎？聽得懂，交流沒問題啊。沒問題，交給你了啊。放心吧，沈隊。大貴，你進去。讓一下。看着腳底下啊。沈隊。哎。刚来啊？哦。这烧挺严重的。是挺严重的。那个，直接說情況吧。哎，典型的3合1結構。啥叫3合1結構啊？就是廚房、住人、商品儲存在一起，再加上消防設施不健全，一點小火就容易變成大火。一點小火容易變成大火，你也知道一點小火容易變成大火。這屋子裡這麼多易燃材料，那火勢蔓延的肯定快。這還是屋子呢，更何況人呢？对，你說的都對，啊，你看啊，哎，白酒，還有食用油都在一起。雖然現在確定不了具體起火點在哪兒，但大致應該就在油鍋附近。那行，到時候給我寫份報告。沈隊，哎，問完了啊。根據當事人說，案發當時老闆娘在廚房裡頭，起火之後呢，她要回去拿手機，老闆把她攔住了，結果就被困在裡面了。跟王宇倩說的基本一致。是嗎？這個店一天也得開個17、18個小時，收入不高，但是也能維持。大部分客人都是旁邊工廠的工人，沒啥仇人。那案發時有沒有發生什麼異常的事兒？有，聽他們說啊，有那個好像異響，像打雷聲，但也不確定，悶了吧唧的。起火前還是起火後？剛才問他們了，他們也不太確定，可能現場太亂了。辛苦了啊。好，那我先過去了。好。這兒還有事嗎？怎麼你要走啊？我出去看看。有事我叫你啊。偶像，外面已經搞定了。哦。這樣，某某，你一會兒呢給氣象局打個電話，了解下案發當時附近的雷電情況，然後再去測一下附近的避雷針，還有周圍金屬的勝磁量。是。病人目前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不过需要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！不客气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期间有什么问题，随时过来找我。啊，好，谢谢啊，医生。老公，医生说咱快好了。别说话。刚才你跟警察说了什么？我什么都没说。那就好。你说，要是万一查出来是我们的问题，怎么办呀？都怪我。您先去忙吧，有事我再叫你。
找我干啥呀？啥意思啊？忙一晚上没吃饭吧？泡好了都。这什么？速溶咖啡，喝前养养啊，多喝自己再加一点。查什么了？厨房和配电箱那儿没有爆炸的痕迹。他们说听到什么声音，不是爆炸声，只是不排除。不排除。再这么下去，估计我得天天不排除了。快吃吧，吃完带你看看去。下次少喝水啊，喝这么多。你看，这个就是饭馆为了偷电，私接的电线，一直从厨房连到配电箱。这种私拉乱接的行为，是最危险的。所以说，不排除是电线引发的火灾。对，不排除。我说问老板娘的时候，她为什么躲躲藏藏的呢？原来是因为这个。他应该是怕，如果真是这个电线引起的火灾，他们就得承担全部的责任和损失。本来就是起早贪黑的小买卖，现在饭店也烧没了，人也烧伤了。如果归责再归到他们身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现在说什么都太早了，真相还没查到。如果真要确定是这个电线引起的火灾，咱们还得找到一次熔珠呢。那现在有一个情况需要我们注意，讲理告诉我，从饭馆连接到配电箱的电线，其中有一段被烧焦了，但那一段遗失了。另外，这个配电箱的门上，你看，很明显有手套摩擦过的痕迹。这些土也被人用手刨过。有人比咱们提前来了，而且还破坏了现场。要这么说的话，就对得上了。我们在那边发现了一些脚印，过来看看。哎，莫呀！大爷，我们就想找一下你们厂长，许参谋好吗？许参谋，这不来了吗？又见面了，好坏。哎，这位是刑侦大队沈野。哦，警察同志，你好。高厂长不用寒暄了，你带人闯进案发现场，我们怀疑你对现场的物证进行破坏，并且带走了相关的证据。我们现在要进场进行调查。许参谋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，我这都是逼不得已啊。我们的配电箱被烧了，没法供电，那它影响最大的就是我们厂子啊。现在厂里边断电了，没法工作了，每天的损失不是小数目啊。工人们都指着厂子去养家糊口呢。我作为厂长，我总得想办法吧。想办法去破坏现场啊！哎，脚印，看看。警察同志，我可没有破坏现场啊，那是他，这位吴宇先生，他是我厂专门请来的火灾调查专家，是专门帮你们来调查真相的。我作为受害方，我做到这个地步，我是不是已经仁至义尽了？两位，我来协助工厂与消防部门沟通，也是希望能够尽快破案，查出这起火灾的真相。这是我的检测报告。经过我的调查，在起火之前，现场有人听到了奇怪的声音，加上起火点明显在厨房附近，于是我对厨房外的配电箱进行了检测，发现有一根连接在饭馆的电线，这根电线属于私拉乱接，非常容易引起火灾。不难推测，案发当时应该是这样：这根私拉乱接的电线发生短路引起火灾，现场有人听到的声音就是电线短路的声音。火气点燃了厨房，又蔓延到饭馆，又沿着电线烧毁了我们的配电箱。这是我在配电箱处找到的熔珠，结果显示是2次熔珠，说明我们的配电箱是在起火之后被烧毁的。同时，为了排除雷电这一行为，麻烦看一下14页。我对附近避雷针周围金属进行了胜磁量检测，
结果显示避雷针并没有被击中过。同样的，如果许参谋有疑虑，也可以对溶珠和圣磁量进行2次检测，但结果一定跟我的一模一样。如果怀疑我造假，也可以对溶珠和配电箱的电线进行对比。现在整个案发过程清晰明了，证据十分确凿，还请许参谋尽快做出火灾事故原因。你看，真相大白了。许参谋，咱可不能因为小饭馆的夫妻俩那是弱势群体，就可怜他们、偏向他们。我们才是真正的受害方。哎，我们厂的工人们那也都是弱势群体啊，不能对我们的损失视而不见，对不对？你刚才说起火原因是私接电线，没错。首先，电线短路的声音不会大到让在这儿吃饭的人都听到。第二，电线短路一定会产生一次溶珠，现场你有发现吗？许参谋也不是外行，现场被烧毁，溶珠没有找全是很正常的状况。所以你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私接电线短路就是起火原因，对吧？工厂的配电箱是起火之后被烧毁的，饭馆的电线是私接的，其他起火源都已经排除了，这完全可以构成火灾事故。其他的起火原因并没有全部被排除，你排除的只有配电箱这一点。所以你刚才说的私接电线短路是起火原因的结论并不能成立，我们不能给出报告。许参谋这是在拖延时间吗？你别忘了，时间拖得越久，工厂的损失就越大，你的一时义气可能会实实在在的伤害了别人。我的工作是还原真相，只有查到真相，才是对相关人员最大的负责。好啊，那许参谋就去找你所谓的全部真相，我等待你的好消息。慢走啊，慢走，许参谋，警察同志。你之前说那个什么猪，不会有什么问题吧？放心，工厂的配电箱是起火之后被烧毁的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。无论如何，责任也归不到工厂。但是这个许参谋不好对付，你做好准备吧。我做什么准备啊？我请你来干嘛的？你好好做准备。来，这是费用清单啊，目前显示已经欠费了，至少要在今晚8点之前缴纳。欠那么多呢？那个护士，我们商量一下，你看我就一个人，我明天一早再去取钱行吗？这个如果延迟缴纳的话，可能会影响治疗的延续性。哦，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哎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那个，我就想问问，就是像我们这种情况，治好需要多少钱呀？这个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。大概呢？大概要10万块左右。当然，后续具体的金额呢，还是要根据治疗的情况来定的。行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你好，您的小费单据。
你好，您的缴费单据。这医保卡，您这边余额不足，那个怎么回事啊？缴不缴？让我们先缴吧。对呀，你缴费吗？马上，快点，马上。啊，那就让我们先来吧。那个，您先缴吧。你好。你干什么去了？我交费去了。我现在这样，要花很多钱吧？没多贵，放心吧啊。我都这么大个人了，你还要骗我？我都说了没多少钱，瞎操心。别在我身上再浪费钱了。说什么呢你？我怎么能不依你啊？你看我有的是力气，真不行我就出去干活去，我想什么办法都能把你治好，不许瞎操心。我告诉你，你别想把我抛下。喝水好不好？刘贵，一会儿差不多就让大家收了吧。行，那我待会儿再补几张照片。啊。哎，爸。啊，办完事儿我回家吃啊。好。沈叔又给你做好吃的了？怎么回家跟我吃一口啊？算了吧，我吃外卖去，没这口福。没想到你们火疗处的工作这么繁琐啊！是啊，所以以后对我好一点，别总跟我发脾气。行，好一点。你教教我，我帮你。小时候玩过泥吗？我小时候爱干净，我还真没玩过泥。你怎么没有？
这样，你看见4号区域没？把那5号区域变得跟4号一样。那，铲子，去吧。这不就是洋沙子吗？龙珠没那么好找，你仔细点儿。哎，老许，这东西有用吗？先留着吧，放一边。啊。哎，我又找着一个，来排一排。没想到你这活干的还挺细啊！那慢工出细活啊！哎，你看，龙珠。哎，这是不是能收了？收什么收啊？哪到哪儿这才？每一个区域都得筛查一遍，龙珠找到越多，检测结果对咱们越有利。这还这么多块呢，所以说赶紧吧。哎哎，老许啊，老许，你看这是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挺厉害啊！明天早上我希望在火疗处见到你啊！好的，领导。哇，这么小啊，不容易。天哪！加油啊！啊！看，哎呦，没想到最后一块还能找着啊！是啊，这下可以收工了。行，没白忙活。哎，那这些怎么办啊？不带我去吧，找的挺辛苦。哎，老许，我怎么看这痕迹有点不太对啊？都会看蔓延痕迹了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一只脚踏进门了。哪儿不对啊？你看这痕迹啊，他往上走，他走到那儿的时候他就分开了。嗯，我觉得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给挡住了。那被什么挡住了？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监控。看样我教的不错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。是是，你帮我忙一天了，请你吃个饭去。走啊，走。哟，坏了，我接个电话啊。哎，爸，我这又忙活这会儿。哎，对我这再半个小时吧，就完事儿了啊。都做完了，那没事没事，你这样你一会儿回去帮我热一下就行了啊，好吧？哎，真的，半个小时绝对到家了啊，好吧？啊，这么着啊，嗯。周处长，我就想问一句话，你们到底能不能定责？我这一厂的工人等着复工呢。高厂长是这样，我们正在按照流程进行调查，不能说为了赶时间，我们就定错了事故原因，恐怕这个责任你们也负不起，对吧？毕竟我们是专业的公职人员，而且我们只对真相负责。赵处长，这起火灾的完整过程我已经全部复盘了，难道许参谋没有跟您同步吗？同步了，但是你的复盘并不完整。
你在配电箱上检测的2次溶珠还有生磁量结果，经过我们的复核，确实没什么问题。但是你说火灾是由饭馆4节电线短路引起的，这个还是没有证据。我不明白许参谋重复这些话的意义是什么。你一直说配电箱是起火后被烧毁的，那我现在也可以明确的告诉你，饭馆那根电线，同样也是起火后被烧毁的。我在被烧毁的电线附近找到了3颗溶珠，经过检测全部都是2次溶珠，所以电线和配电箱一样，都是起火后被烧毁的。那武先生，你所说的起火源是电线短路的结论，并不成立。就算你这么说，我们的配电箱也是被烧坏的，我们完全无责。但是以目前现有的证据来看，同样也无法给饭馆定责。不是你们别说这些没用的，我的工厂一天不开工，损失多少钱啊？哎，我可是有权利追诉的啊！高厂长，你的心情啊，我们可以理解。一旦事故的原因确定下来，你再去要赔偿也不迟嘛，是吧？真的，哎呀，太谢谢了，真的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！行，好，我知道了。你听见了吗？不是咱的原因，那个不是那个电线的事儿。上天保佑，我们这日子啊还能过得下去。我都说了，咱一定会越来越好的。找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醒了也看不到我。插线板日常使用注意事项。我们在日常使用插线板时，千万不能多个插线板串联使用，否则会使插线板上的插头过多，造成小马拉大车。要购买新国标插座，不要选购国家禁止生产的万用孔插座。合格的插线板包装上标有3C 认证，插孔处设置了安全门，电源线上有加粗标识。这些设计避免了因接触不良、孩子误触、导线发热等问题而引发的安全事故。如家中插线板出现破损、老化等问题，要停止使用并立即更换。就当我只是路过，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挨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，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，悔恨像粉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全部